小米11 Ultra， 一台在工业设计上下一些功夫，而且设计的非常夸张并且非常显眼的手机。那你们觉得它漂亮吗？如果你们觉得漂亮，可以在这里投票打个1；如果觉得不漂亮，可以打2；如果觉得无所谓或者其他的各种选项，都可以打3。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台万众瞩目、大家催更已久的小米11 Ultra。就是那台在发布会上碰瓷儿索尼黑卡那个。对。其实它有点耍流氓。怎么说？因为相机按一次快门就拍1张照片，但是手机呢，就好像里边有一个你的小伙计，按一次快门它会拍很多张照片，然后给你进行 PS 合成，那效果肯定要强于相机了。那不管怎么说，它既然宣称的是影像很强，那作为聊影像的节目，我们当然要看看它的水平怎么样了。欢迎观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长长。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期待这期节目的话，记得先点个赞再看哦，还要记得关注我们，支持我们。这是我们继续做好的动力。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它的精选样片，之后我们会一颗一颗镜头讲讲它的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小米11 Ultra 这台手机在年初刚有消息的时候，我们就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而且三星这回也拿出了一颗非常顶级的感光器，这颗感光器号称是小米跟三星共同研发的 1.12英寸的超大底感光器。当然手机后摄的好坏不能只说主摄，因为这么多镜头呢，对吧？那么这台手机给我们的感受就是真是期望越高惊喜也还行，不是失望越高问题还是有的，我们后面慢慢说。先说拍摄软件因为聊小米的手机，它的拍摄软件非常丰富，所以这点我们应该单独拿出来说。之前聊其他小米手机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它的滤镜非常丰富，而且都很实用。还有就是内置的拍摄功能，比如说慢快门功能就非常好用。前面精选样片中，我就用了几张之前小米拍摄的样片，嘿嘿。长曝光慢快门功能可以在白天拍摄这样流动的瀑布，拍摄完成之后用内置的滤镜润色一下，效果更好看。也可以在大风天拍摄这种波光粼粼的湖面，让湖面变得非常平静。拍完之后还可以用相册内置的滤镜来个一键换天，让照片变得非常的魔幻。当然长曝光功能还可以拍摄夜晚的繁星星轨这个我们之前专门做过节目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这里就不多说了。那下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讲它每颗镜头在光学上、在成像上的表现怎么样。小米11 Ultra 一共有3颗干活的镜头，分别是主摄、超广角还有5倍的长焦。咱们先说主摄，主摄这次采用了一颗 1.12英寸的超大底感光器，非常非常大现在其他家旗舰手机的主摄还在 1.3英寸级别，它直接跨到了接近1英寸的 1.1英寸级别。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认为小米11 Ultra 的后摄一定会非常的突出。当我拿到真机的时候，发现它跟其他家 1.3英寸级别主摄的手机比起来，后摄的凸起并没有高出多少这让我不免有些担心。因为如此大的感光器它做的这么薄，让我比较担心边角画质。而且为了做薄做小，它的光圈确实不大，只有 f2。主摄的参数都列在这里了，但是要批评一下，就是镜头的等效焦距在照片的信息中不写，这点跟小米10至尊纪念版比真是退步了。先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摄的感光器面积实在太大了，相场非常大，那么它就有非常好的背景虚化效果。但是主摄又不能缩小光圈，导致背景虚化效果恒定，那么在日常使用中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麻烦如上图所示就是比如说你在拍纸发票书拍完之后你会发现怎么只有一部分清楚，其他都虚了呢？这就是因为景深太浅了被摄物体跟焦平面没有完全重合。这里的物理知识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我们直接说解决办法。拍摄时呢，要把被摄物体铺平，然后把手机举远，尽可能的垂直于被摄物体平面，再用2倍、3倍的变焦来拍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宽容度问题，当我刚拿到这台手机的时候，我测试的第一张宽容度照片就是这样的，当时我吓出一身冷汗，我心说这手机还能要吗？
但是后面它大量拍出来的照片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宽容度非常不错。后来我发现它只有小概率会拍出这样的照片。如果你手里的小米11 Ultra 也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请给它一点耐心，我估计还需要软件调试。看测试样片，放大中心跟边角。首先我发现的是边角画质下降的真的不明显，虽然说也是有下降的啊。开头提到的担心，现在看起来稍微有些多虑了。再换一组样片，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放大中心跟边角中心画质还是不错，边角画质依然下降的不明显。那看来主摄相对小一些的光圈不但能减少主摄的厚度，看来对边角画质的提升应该也是有些帮助的。大光圈对边角画质的影响，我们在X60系列的节目中已经提过了，这里就不细说了。不管怎么样，小米11 Ultra 的主摄边角画质还是不错的。3颗镜头都支持高像素模式，我们先看主摄的。首先说主摄的高像素模式跟普通模式在成像、亮度、色彩、宽容度方面没有大区别，这点很好。放大中心跟普通模式做对比那确实是高像素模式在细节上更优。再看人像模式由于没有2倍镜头，那么它的人像模式也是通过主摄拍摄的，肤色有点暗，而且脸部的抠图也有些瑕疵。还有2张呢没有识别出长这个大美女，直接把背景拍清楚，人虚了。走到一个阳光直射的地方，这回肤色比刚才强多了。看来小米在人像算法方面还需要再精进一些。虽然我对颜色并不在意，反正后期都能调但是女孩心里肯定不这么想。再说超广角镜头这颗超广角真是太棒了。先别激动，棒的地方不是画质，画质我们后面说。夸的是它的等效焦距达到了12毫米，非常的广。超广角就得广，不广要什么超广角？参数都列这里了，依然要批评它在照片中不写等效焦距这事儿。看样片，首先就是它宽广的视角非常招我喜欢，其次就是放大后中心的画质非常不错，边角画质虽然说下降了，但是这么广的视角，就算边角画质再下降，我还是会夸它非常好。但是呢，视角太广了，拿手机的时候要注意握姿，要不然就像我这样，手指头在左下角出镜了。再换一组样片，放大中心跟边角，中心画质依旧不错，边角画质下降就下降吧，反正我喜欢。那这颗超广角到底有多宽广呢？它的边角画质到底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别着急，我们会找另外一台 Ultra 跟它对比，关注我们你就会第一时间看到。超广角也有高清模式，只不过跟普通模式比宽容度有所下降。放大中心后发现细节确实比普通模式强，但是也能看出来宽容度确实没有普通模式好。一般的超广角镜头可以充当微距镜头使用，但是在小米11 Ultra 上，它的微距表现算是一般般吧，中规中矩。再看长焦镜头，这颗长焦镜头直接来到了5倍，如果中间再多一颗2倍镜头，那就完美了。这里需要说的是，小米不告诉你它的光圈很小，只有 f4.1， 感光器的面积不小，所以他说了，到了光圈了，他觉得不露脸，他就不说了。体验上，首先说对焦，这颗长焦头的对焦速度还是不错的基本上是指哪打哪，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画质方面，由于是长焦头，所以边角画质下降的肯定就不明显了。由于对焦速度比较快日常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拍摄一下远方描绘一下细节这颗长焦头可以算是得心应手。至于它的画质表现嘛，我们会留在对比视频中再慢慢的跟大家讲。长焦头也支持高像素模式，跟普通模式对比颜色色彩都没什么区别。放大中心看画质确实在细节上比普通模式强很多。前置镜头的介绍交给长长。小米11 Ultra 的人像模式只能调美颜的强度和滤镜。说实话，我觉得这美颜有点简陋，连瘦脸都没有，只能磨皮。然后它自带的这些滤镜，从拍人像的角度来说不太实用，稍微有点土，而且也不能调强度。至于人像模式的大光圈呢，在处理边边角角的时候，有的时候抠图能看出来还是有点问题。你看这张照片，我脸边的这个位置毛边就很明显。不过该夸还是得夸在相册里可以调虚化效果和电影特效，拍完了还能改，这个特别好。再看夜景模式，这回小米11 Ultra 的夜景模式肯定是重头戏，因为它采用了一颗超级无敌大的主摄感光器。这部分分为夜景直出模式，还有真正的夜景模式。那咱们一个一个说。首先说直出模式，在城市灯光的环境中，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拍起来都没有压力。但是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当检测到环境稍微暗一点的时候，它就会切换到小夜景模式。这时你就要等快门处的转圈圈转完之后，你才能挪动手机，否则拍出来的照片就会虚。但是这个亮度的界定是由手机来判断，不是由你来判断，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按下快门立刻就能成像，什么时候要等一会儿。但是这个可以在设置中更改调成真正的直出模式之后，成像速度不但快了，到了真正黑暗的地方，主摄跟超广角照样能应付。像这种漆黑的小胡同主摄拍摄起来游刃有余超广角拍的也不错这些都是直出的当时环境挺暗的。
别的手机啊，到了夜里之后，长焦拍摄的时候就用主摄数码裁切来拍摄了。但是小米11 Ultra 非常拧啊，我就用长焦拍，结果就拍成这样了。到了极暗的环境，主摄跟超广角直出的话，主摄就勉强应付了，但超广角就什么都拍不出来了。用夜景模式拍摄主摄的亮度陡增，超广角的亮度也比直出强，但还不理想。这是直出的效果，这是夜景模式。差距肯定是有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摄的夜景模式，我拍了好几张都没拍清楚树干，都是虚的。再看录像功能，这回小米11 Ultra 支持1920帧的慢动作，但是这个功能我没玩明白，是因为拍完之后还要在手机里边调各种设置，到底什么地方慢动作，什么地方不要。我拍了好几遍，调了好几遍，最后还是没调到我想要的画面。前面每个镜头的光学能力大家都了解了，那么现在就看看手持的防抖表现怎么样吧。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的防抖效果，还真是挺稳的。现在是超广角的画面，超广角没有光学防抖，它是电子防抖，果冻效应比主摄大一些。主摄在夜晚的防抖效果也是不错的，果冻效应也很小，可以说跟白天的表现比较接近。超广角夜晚的效果比白天又稍微差了一些，主要是果冻效应又大了一些。但如果走的别像我这么快，别颠簸，静止拍，画面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超黑环境的主摄拍摄效果就不是很理想了，主要可能是光圈比较小的原因。有人说那别的 1.8 我这 2.0 就小 0.2， 别小看这 0.2， 进光量差 0.5 倍呢。超广角的黑暗环境就什么都录不出来了都回家吧。工业设计这块前面大家都应该对它的后摄区域投过票了，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最起码看着不凌乱了。后摄的屏幕还可以用来自拍预览当然是用后摄自拍后摄的清晰度肯定是要强于前置的。重量呢234克不轻，但是厚度还可以8.4毫米，拿在手里呢还不错。老实说，后摄的凸起真没我想的大，因为它使用的感光器真的实在太大了，它的相机模组应该很厚才是。如果你拿在手里觉得它凸起高度很高的话，那我也不抬杠，反正我是知足了。同样，这次还是标识了哈曼卡顿的音响标识的这台手机外放功能不错只是标识的地方我们忘擦干净了。上下双扬声器、立体声，还有哈曼卡顿的标识，肯定外放效果不错，但是我们没试，主要是文明人很少能想得起来外放这事儿。5000毫安时的电池，续航应该有保障。那具体的续航包括跑分CPU 发热游戏这些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就不聊了。总结一下，小米11 Ultra 在影像方面还是很拿得出手的。给我们好感最大的并不是主摄，而是非常棒的超广角。主摄感光器参数非常爆炸，但是较小的光圈并没有带来凌驾一切的夜景直出体验，但边角的画质却出乎我们的意料。微距和中焦的缺失稍微有些遗憾，但长焦的体验还算不错。最棒的还是它内置的拍摄软件和丰富的滤镜，会为你拍摄带来很多的乐趣。工业设计独到，辨识度非常到位。那看完前面内容呢，我相信你们应该对这台手机的影像方面的表现心里比较清楚了。那么希望我们的节目对你的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记得点一个赞，点一个关注，你的鼓励和支持就是我们做节目唯一的动力。没错，您的关注呢会让我们更持续的输出优秀的节目。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